朋友们好，我是石头。上一期的视频我们不是给3楼铺了一些木板吗？那木板铺好了之后，整体的效果如何呢？待会儿呢，我就带大家一起去看一下。这边的稻田啊，一个冬天里面长满了杂草。现在那户邻居在稻田里面除草呢。这边的稻田已经理好了。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农村的小知识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块理好的稻田，它的4个边全部用泥巴这样子在田杆上浮上一层。大家知道这是用来干嘛的吗？如果长时间在农村长大的一些朋友应该都知道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，看看你们那边是否也是这样子去做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走进房子去看一下，昨天铺好的第3层板子之后啊，整个房间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。每天回来我的车都是停在这边，地下车库里面是放满了东西。前几天啊，我们去镇上改了一块木料，这么大的一块木方子，大概有20公分的厚度，准备垫在我们的木房大门口的位置，脚踩，比较方便一些。那边的木板都是邻居家的，明年他们家准备建房子了，今年准备木料。这边的楼梯踏步啊，我们做好了之后，上面还有点凹凸不平的，也没来得及时间去打磨。后期贴上户外的瓷砖也是可以的。养的小狗啊，天天在家里给我们守房子。我们已经来到了院坝。大家都说我们家的这个院坝很宽，视野很好。确实啊，对面的笔架山是一览无遗。其实整个景色还是挺不错的。我们这个小山村呢，被周边的山峰环抱着。村里面呢有300多口人，有一个20-30亩的水库。离我们家房子不远，还有一处小鱼塘，就在那个方向。前几天刚去放过一些鱼苗，这边走过去大概也就100米左右。平时我们可以去那边小鱼塘钓鱼。这些板子啊，是刚刚木匠师傅给它镶出来的，都是比较小块的板子。在3楼，也就是木房子最边上的排扇地方啊，需要用这样的板子呢，给它封盖起来，要不然就像有个粉丝朋友告诉我说的，这些鸟儿啊，还有一些蚊虫啊，可以顺着那边的排扇爬到房子里面。我们就打算走进房子给大家看一下了。这边整个塞壁装出来之后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。大家可以看一下。这是年前装好的，稍微的是有一点点变色了。再过一段时间，木匠师傅的工作做完了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打磨上油漆了。包括上面的房子主体部分，去年前年建的房子，这些木头啊都变了色，还要重新的打磨出来，把它之前的纹路给打磨出来，再上油漆，那就很漂亮了。有一个师傅在厢房那边改木料。平时下雨，我们都是在堂屋这边做工。这是一个小房间，大概有15个平方左右。前2天我们买的桑拿板全部堆放在这边，大概有80个平方左右，还买了一些木条子。这一面墙啊，准备用桑拿板来做。
这些都是清理出来的板子，马上需要用了。我给我找个老的。哦，这个是做一个上第3层的一个盖板，这个是要装荷叶的，可以打开。它是活动的。以后呢，我们可以通过木梯爬上3楼的阁楼，因为上面呢，还是有点空间，可以放一些杂物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到底阁楼在哪个位置啊？先从这边看吧，就是从这里上去。刚才做的板子就在这块。这边呢，以后要做一个活动的，一个可以打开，一推开的话，用这样的一个木梯就可以爬上去了。这边已经全部装好了第3层的板子，瞬间啊，感觉里面的光线就暗了许多。这边是一个大概1.5米左右宽度的一个平面，然后呢，背后就是一个斜面的顶了。这边呢，我们需要用桑拿板给它做一层吊顶，这边的话就不做了。大概这个房间呢有13到14个平方左右，背后我们是留了一个小窗户，通风透气，还有采光的。出来之后啊，就是一个公用的卫生间，这是2楼。这边有一道房门，可以进入前面的房间。这边的楼板也是装好了，整体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。和上一期给大家分享的这些木缝和木缝之间呢，它是有点弯曲，包括这一块大家可以看一下。所以我们用这样的木条子呢，给它支撑起来，上面打上钉子，它就固定了。这前面也是一个平面的吊顶，这边呢就是一个斜面的了。实际上这样的高度啊，差不多有2.3米到2.4米左右，基本上也是完全够用的了。我感觉啊，这边装好了3楼的楼板之后，这个房间显得挺暖和的那种吧。要不然以前上面太空旷了，现在做好了3楼的楼板，这样子感觉就人感觉舒服多了。这边有些缝隙的，之后我们要从这边做一层桑拿板的斜面吊顶，这些缝隙啊就看不到了。这栋房子啊，我们用到最多的木材呢，应该就是杉木了，其次就是春木用的比较多，紫木的话只用了整个塞壁。因为我们这边紫木是不太好买得到，大部分都是靠着去村里面买一些树，然后呢，老乡帮忙拉到城里面去改成板子，太麻烦了。这些杉木呢，在我们这边当地的市场都有卖的。大家觉得这样的木房子究竟怎么样呢？看起来是不是很简陋？我们这边苗族的建筑风格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。这里过来的话，首先是一个过道，从1楼爬上来。过道的宽度我们做的是1.2米，主要就是以后呢上下搬一些比较大的物件都比较方便。这边是做了一面隔断墙，底下的木板高度有80公分，上面准备已经打好了框架，准备打上格子的。以前是准备做栏杆扶手，主要还是显得有点太空旷了。这样子做出来之后啊，这个2楼的客厅也是显得挺宽的。这边过来还有2道一个过道，还有2个小卧室。背后的话也是一个小卧室，和之前我们看的那边一样。一半的平面顶，还有一半的斜面顶，背后也是一个小窗户。
当然，现在里面才刚刚做完木匠的工作，很多那些木屑，这边啊就光线暗了许多。我们准备在这里打个柜子，这上面也是留了一个窗吧，可以推开的。以后呢，我们可以爬上去。这边也是一个房间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2楼的，因为位置更高，视野更好，而且这边的楼层高度，不算太高，也不算太矮，感觉就像城里面的商品房差不多吧。这样的一个高度，还是，住在里面感觉是比较暖和的。这些窗户啊，中间还有边上都是可以推开的。其实，睡在床上就可以看到对面的笔架山了。木房子的装修差不多有4个月左右了，还是很费工时的。当然，材料也用的特别多。在我的记忆当中啊，最起码木房用了300-400块，板子的话用了100-200丈左右呢。大家都可以算得出这栋房子究竟花了多少钱。就像有些朋友在评论区里面说的，看了石头家的房子，感觉木房的造价可能比砖房还贵多了。确实如此啊。别看木房没有多大，但实际它的工作量真的非常多，做出来之后啊，整体的造价真的要比砖房要贵上一些。但是我之前很多次都说了，我们湘西这边到了阴雨的季节，它是比较潮湿的，尤其是地面贴上地板砖，要下雨之前都有一层水珠呢。木房子就不存在这样的现象了。木房子别看墙板都是薄薄的一层，但是它冬暖夏凉，很好，适合上了年纪的人养老吧，因为木房子里面舒适干燥嘛。好了，那这期的视频呢，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。喜欢的请记得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